大家午安，我是陈莹，欢迎来到新闻大白话。接下来这一小时国内外大小事，要用您听得懂的话说给您听。现在介绍这一小时来宾，首先要介绍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阿平，以及前立委李胜峰，主持人好，大家好。还有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老师。叶莹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一开始先带您来看到的是，到底现在美中之间的关税战到哪里？已经讲好要谈了嘛，对不对？那所以呢，要谈是不是因为？中方这边讲，美方一直要跟我谈，结果呢，川普今天他怎么讲的？他说我也没有说要跟他谈好吗？所以我也不可能会先削减所谓对中145%的关税，而且拜托是他要先跟我谈的好吗？不是我叫他回来的。现在呢，甚至他还要刚刚去就任的这个驻中大使帕杜跟习近平讲个 “hello， 你好”，打声招呼啦。那大家也想问说，所以呢，这是要为瑞士铺陈，还是要为他自己希望的习川会、川习会来铺陈呢？美国的驻日使馆则直接讲了，所以现在你又说不是你咯，我们不接受，说一套做一套，到底这还谈不谈得下去？大家现在就在看了，是谁恳求而谈？毕竟先前川普每天那个隔三差五的就讲说，中方希望跟我谈，中方跟我打电话，中方那边有人来。好，可是后来贝森特他们的财长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讲了个大实话，听听他怎么说。China, we have not engaged in negotiations with as of yet. We had a meeting this morning, so I can't tell you. It doesn't matter who they is. We may reveal it later, but they had meetings this morning, and we've been meeting with China. 好，两个讲的就是都不拢啦。那到底谁说的才是真的呢？基本上现在这一波的关税，其实对于美国他们的港口特别重挫。好，原因是因为呢，最近他们的媒体开始做出了报道了，他们就特别提到，有的港口呢，那个衰退率就是货运进来的衰退率将近50%啊，一半。然后呢，其中这一个华盛顿州的塔科马港，因为这里面呢比较多都是农产品为主，可能玉米啊，可能大豆啊，也下滑了将近28%。那你会问为什么会下滑啊？当然就是因为它出口的对象日本、中国、韩国，在这一波基本上都是高关税的国家。另一个部分呢，则是这波关税战已经有人扛不住了。这是美国的 Skechers 运动鞋说确定被收购，那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个全球第3大制鞋公司扛不住啊？就是因为高额关税啦。所以包括了福特，包括了传出来的宝乔，还有芭比制造商，这一些呢，通通都已经告诉川普，拜托，关税真的不是万灵丹，你坚持实施的话，只会伤害到更多人。像这个美泰呢，他是怎么讲的？因为他是做芭比的嘛，他说我已经很努力把我所有的这一些厂商可以的，我尽量产业链挪到国外去，但我现在没办法，我就大概40%左右，超过这个20%这个市场上的商品，通通是来自于中方的制造，我这个短期内我真的也挪不走，那之后我可能会调整，但是你现在要一刀两切，我会活不下去。所以呢，当川普一再用关税要救经济的时候，大家想问，你到底是救经济、救美国，还是在砍美国？现在呢，他想要祈求，也不是祈求啦，他是想命令鲍尔说你必须要降息。结果呢，鲍尔现在不但没降，还告诉大家关税的影响远超乎预期。被威胁要开除的时候，他就讲我不会任何时刻我不会主动的，比如说我要去见美国总统啊，或者是等等，我觉得他就是专业，他不要受到任何的政治干预。Fed 现在是连3动，可是什么原因？当然啦，他也讲到确实现在失业率也许没有很高，可是他们很担心的是之后的关税会不会带来停滞性的通膨。那如果是停滞性的通膨的话，对于联准会来说，那个会比通膨更难处置。他害怕的其实是这个美元持续的走软，当然也大家在问后续会不会变成汇率战呢？目前中方的外汇储备呢说已经连17个月超过3.2兆，黄金增到了7377万盎司。换句话说，大家开始抱黄金，高盛今天也开始在讲嘛，空美元抱黄金，那是不是这一个部分会变成未来的趋势？而且你要理解的是，当美方现在没有任何的动静的时候，中方它刺激内需，它现在开始降息，同时也降准，而且呢，它还开始放出钱来让大家可以融资可以来做生意，可以让大家有更好的金钱上面的流动。那这一些中方的刺激政策没有落下，美中双方当然
然内部各自有各自的问题，只是最后谁能够比较平稳的解决这些问题，这看的就是能力了。来请教一下亮哥，您怎么样来看川普现在呢？瑞士之前赶紧跳出来说，因为中方一再强调是美国要跟我联络，我没有要跟他联络，不是我。这个当然，这个我们也不要去探究谁说的对了。反正我认为中国大陆不可能让了，因为它都是官方的声明。而且他是逻辑上没有办法让，他如果让就表示 WTO 已经被摧毁了。如果美国可以随意破坏 WTO 的规则，那以后还要谈什么了？所以中国是没有让的空间呐。我认为欧盟也一样。那其他国家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就想要躲在他们后面嘛，所以谈的进度就变慢。那现在只传出美国跟英国可能即将达成协议，可是这个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英国的对等关税只有10%啊，而且它的贸易量那么小，那根本没有示范作用啊。所以我真的看不出来这个美方能够有什么样的进度啊。那这个就如果美国这个对等关税从4月2号公布到现在都1个多月了。没有一个国家就范你这个作为世界第1强国，已经有够没面子了吧？或者是根本就凸显出你这个政策是有问题的，连美国内部都反对。所以你想一想啊，美国已经有12个州表示反对这个政策，是对不对？那你要叫人家怎么看？民主党也反对，经济学者超过1200人反对。所以人家也会看嘛，干嘛让你得逞啊？搞不好早晚就是会被取消掉的政策。你如果早谈好，不早倒霉，不早倒霉吗？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没有办法，就变成看谁能够撑住啊。那中国大陆要参的问题就是，他如何让一些外贸企业得到一些转圜的空间嘛？给你更多的融资啊，再撑久一点啊，那国内消化掉部分产品啊，或者卖到别的国家啊，所以他就降准嘛，什么都来这样哈。那还有劳工啊，有人失业，你就要协助安置啊。是。那美国，我认为美国就是第一个就是会不会缺货了，那缺货的严峻程度，然后第二个就金融嘛。所以我认为双方现在是有点撑着那在比赛谁会第一个倒下脚软也不要说倒下不能倒下，脚软。你比较有艺术，因为2个都够大了，所以倒下去可能性也不高。就是脚软。可是我认为中国大陆那种体制真的要撑住，比如国内的消费啦，国内的生产啦。或者劳工的就业啦，我认为他要撑半年，问题不大。那甚至要撑他的金融市场，我认为也撑得住那美国呢？美国这个政府是没有国营事业那钱也不能随便用啊，他也没有什么奇怪的基金对不对？还有小金库啊都没有，那怎么办所以。我觉得目前就是双方还在撑然后看谁的底气比较强。我认为没有解了，不会有解了。不会有解。所以最近有见面嘛，可是传出来就是在谈芬太尼对，就对等关税没有任何进展而且你现在讲的那么硬，现在贝森特不知道怎么办到时候主谈是贝森特然后川普说你不可以给我先让步。我看你怎么弄，我认为就卡住了。好不容易可以谈这如果真的是卡住的话，当然市场面可能的市场会比较紧张一点点啦。请教一下盛峰老师，最主要原因还是因为这一次其实贝森特是飞去瑞士跟何立峰谈，那大家当然就会讲啦，因为中方出来跟大家讲说，我为什么会愿意谈？第一就是他一直要跟我谈，第二就是我发现其他的这一些朋友们，还有市场们、美国的消费者们、美国的公司们都说拜托我去谈，所以我才去谈。
啊，可是川普说那我就有代志，我不被盖讲。就是台湾人在笑的嘛，讲查甫人40岁剩一支嘴，那就剩下一张嘴嘛。这死鸭眼脆背，对吧？前村死光光，就剩下一张嘴还没有死而已。你去看每天那个白宫的那个新闻报，赢麻了，赢第110次麻了，120次麻了，怎么样？他已经全部麻掉了。这个不是笑他，这是我们只要比较来看一看呢，就知道了。这个搞不好会出现你预测不到的一幕。他的贝森特谈，然后真的要开谈的时候，说不定川普就说：“我亲自去。”那日本不就这样子了吗？日本谈到这个，那个在瑞士呢？在瑞士呢？他有专机就回去了。不是我们用笑话的角度看，但会不会？你实在不敢预测。你照道理讲，这种谈子一定是下面谈嘛。台湾以后最后老大拍板嘛。对。日本那一次就他自己跳出来谈，那个二线的人他都愿意见面，而且搞到灰头土脸。所以他现在一个人我们不要去谈什么伟大的道理，但对社会事务啊，从社会的经验来看，他就是没招了，急了，那就没招，急了。那我们从几个角度再来看一看呢，就是说，今天呢，美国的贸易总额占全世界的比例大概十几%，12、13%而已。中国大陆今天占美国的出口比例，它已经也降到10几%了。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一个事情，个别的厂商可能会受伤严重，因为我是专门做美国这一线的。但是就整体而言，3个月大概美国就难撑，到6个月啊，可能中国大陆这边可以硬撑出一个场面出来。当然会受伤，一定说那美国到底还有没有多少场面可以生？你只要看这个比例，你就知道了。再过来，双方手上的工具差太多了。就是美国它所能操纵，因为它是一个完全资本主义市场嘛，完全资本市场，政府能操纵的工具以前最多了不起就是联准会嘛。那现在呢，它没有什么工具可以操纵而且它已经弄到真的，假如没有的图穷匕首见，他也不会去玩这一招的。联准会也不听他对啊，这他唯一一个可以用的工具。可是别忘了，中国大陆的工具很多，因为他的政治体制不一样。别说什么，他的国家资产，他手上政府能自己操控的国家资产有多少？这个是所以一样看负债美国的负债就是摆在那里，中国大陆它的负债里面，它有很多的国家资产是可以处理。这是一个很现实摆在那里的问题，所以子弹挥到这里的结果，因为你手上的工具是有限的，所以呢，基本上你要撑这一局你会很难撑下去。那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社会面好了。美国大陆所碰到的问题，它是整个社会就马上会呈现。首先有反对党正在找你的麻烦。还有呢，因为它是联邦制的关系，各州大概马上自己照顾自己了。还有整个舆论，整个的社会，它整个是反现出来。你会看到，本来考不好只有50分的问题，结果你看到的是好像100分的问题。中国大陆不一样中国大陆可能是50分的问题，但是因为它的整个的政治结构，它整个的社会结构，它反而会让你看到的搞不好只有20分的感觉。这一种心理不同的因素所造成的压力是不一样的，一个的压力是外显的，一个的压力是内涵的。那内涵的它就是它指控的嘛，外显的是为别人带着跑的。所以从这样的角度我来看呢，川普要撑就是我讲查甫人40岁都存一支嘴呢，他可能就是他了。请教一下岳老师。我跟大家还原一下这里的情况好了。就是说有一个比喻就我们正在吃饭，我们4个在吃饭，突然贝森特到了门口来说，好吧，加双筷子。贝森特就这种立场就是首先要强调我先解释一下一开始的时候，那个日本人谈判代表的话呢，叫做赤泽亮正刚好他跟正当反过来嘛。赤泽亮正的话呢，他是不管部部长就是石破茂是故意。就是到美国去 kiss 那个川普的 ass 的同时呢，他就是上了飞机才知道原来川普亲自要来，所以你讲那种情况就川普不按牌理出牌但是实际上
这次情况不一样，是贝森特自己要到瑞士去，而且的话呢，就是何立峰讲说，我们本来到瑞士要谈事情的，然后美国赶快借这个机会来，为了打开这个僵局。那今天的话呢，这个何亚东就在这个商务部的发言人就讲了，他只有2个原则，第一个，美方不能够说一套做一套，要白纸黑字签下来。那第二个的话呢，那立场上你就要回到4月2号以前，那怎么可能办得到呢？对不对？对川普来讲的话，他办不到。但是这个大家非常了解，因为什么呢？因为就是那个不贵里面讲的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说贵是别人的选项，不是中国的选项。所以大陆现在目前为止的话呢，我觉得大陆根本就没有意思要跟他谈，就说你要来谈的可以大门敞开，但是呢，你要打的话呢，我们奉陪到底，还是这个原则啊。这2句话是不会改变的，这个大家要非常了解。所以贝森特目前为止的处境很困难了。他如果没有达到这2点的话呢，没有白纸黑字写下来，那真的就像亮哥讲的，那整个 WTO 的整个世界贸易制度就结束了。那结束了以后的话呢，那对谁比较有坏处？大家看得出来，为什么呢？从4月2号到现在的话呢，就是全世界除掉了美国以外，大家都团结在一起了啊。基于现实的利益啊，你不团结啊。对不对？那川普本身来讲的话呢，就是非常麻烦。另外，跟大家都提到那个体制的问题啊，这个我不好意思讲啊，这 BBC 讲的，不是我讲的，就是大陆的体制非常适合渡过难关的啊，因为那个体制的话，集体发力，人多好办事，要你做什么做什么，对不对？美国的体制是一点难关1分钟都不能过。美国现在的话呢，面对4大仇人啊，他们都像仇一样，像那个加州就是闹得要。几乎要独立，几乎讲，但是我认为关税的问题他没办法独立。但是加州纽森就是完全跟着川普对着干嘛，对不对？啊，那第二个的话呢，这个民主党的话呢，现在就是想尽办法要搞他，而且现在要查他内线交易什么，这也是麻烦。然后另外呢，美国人民抗议示威，天天大家不要忘了，美国人民是有3亿多人，是有3亿多枪的，很容易起大乱子，你知道吧？那另外的话，我不好意思讲，那个内阁当中啊。那个马斯克本来现在突然失宠的原因，就跟贝森2个人前胸顶后背的，那么顶来顶去，像小孩子一样，才产生那个结果。那你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川普面对的这个一个分裂的美国，我跟你讲，川普他自己，我这几天天天在想，他这个人到底是笨还是坏，还是说他就是希望世界大乱？有一种小时候看书有一种混世魔王啊，他的目的看电影有没有？那大坏蛋就是希望世界全部炸掉以后，然后他在当中没有任何好处，损人而不利己。他现在干的就是这种事情，所以说，在我现在都发觉，川普目前为止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啊，都引发全世界的反对，美国的反对，美国政党的反对，美国州长的反对，好像赞成他的人的话就那40%几，那赞成他的人的话呢，基本上的想法跟他一致。就川普现在要制造业回笼，对不对？你看那个什么，那么 Skechers 他们这个做球鞋的，根本就是美国厂牌。说句良心话，美国厂牌在没有制造业是在美国的，全部都在外面设计的，外面做都是贴牌 OEM 嘛，这个大家都知道。你现在怎么可能一下子解决掉？不可能。其实呢，在这一局，大家就想问，到底什么时候才会终了？那在世界上呢，不只是关税的战场，有很多真实的战场。不希望再多一个。印巴目前说是最热的一个，南亚这边的火药库会不会真的炸起来？毕竟印度跟巴基斯坦2个人都是永和国，结果现在传出了说25分钟印度就狂轰8国9个基地，他们说那个都是恐怖基地。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边是恐怖分子的恐怖分子营，所以呢他才会发这么多的飞弹，24枚，一次歼灭了70名的恐怖分子。讲是这样讲，但是巴基斯坦的回应叫做：你现在轰我，我就要你血债血偿，甚至呢还说要点燃印度的地狱火，每一个公道都会讨回来。所以马上就看到了印度第12旅总部呢说被巴方这边给摧毁了，局势一再的升温。好，川普昨天的讲法是说：哎呀，真的我刚刚才知道，我希望他们克制。中方这边则讲了，邻居叫搬不走的邻居啦，拜托保持冷静克制，不要让世界多一个战场。但是有的时候面对这样子的事情，作为政治人物，作为领导者，你可能很难冷静得下来。譬如巴国的总理在讲话的时候激动到拍桌了，听听他说什么。और जो कहते थे कि हिंदुस्तान ने पाकिस्तान को कन्वेंशनल वॉरफेयर में बहुत पीछे छोड़ दिया है, कल रात को उनका होश ठिकाने आ गया है और उनको पता चल गया है कि पाकिस्तान अल्लाह ताला के फजल करम से कन्वेंशन भी और न्यूक्लियर ताकत है अल्लाह के फजल करम से।
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绝对不是软弱的，我们也不是被人家打着玩的。因为以前的巴基斯坦跟印度，大家会觉得巴基斯坦比较弱嘛，印度呢，它某种层面上面它还可以武器外销嘞，认为自己是军武大国。但这一回竟然让巴基斯坦这边把印度的标风战机给拉下来了。来听听他们的外长怎么笑印度。By the way, जो हमारे ये इंटरेस्टिंग चीज़ है कि जो हमारे जो जेट फाइटर थे जिन्होंने इंडियन राफेल गिराए हैं वो फ्रेंच 3 राफेल है, एक मिराज है, एक SU-30 है। हमारे जो थे वो J-10C थे। ये तमाम चाइना के साथ कोलैबोरेशन वाले ये जेट फाइटर्स हैं। वो एक सोशल मीडिया में चल रहा है कि फ्रेंच ये कह रहे हैं जी हमारी मशीन तो बड़ी ज़बरदस्त है राफेल की, ये तो उनके पायलट बिल्कुल नकम्मे थे कि वो जो सही तरह लड़ नहीं सके। लेकिन इधर जो गाड़ी थी वो J-10C थी और बहादुर पायलटों ने वहाँ तो सुने कि उनके जो स्क्वाड्रन्स हैं वो मुकम्मल नहीं है।好，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一次呢，他们是觉得自己打得漂亮的一仗。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被称为近代最大规模的空战，两边总共125架战机缠斗了1个小时。好，其实两边都没有越过界哦，两边就是都升空，然后大家呢可能就开始发射，以及就开始做攻击。那这一件事情呢，基本上双方开打。所有的军事迷是怎么样看这件事情的？好，所有的军方呢，他们在分析的时候说，这个叫做西方跟中方的军武较劲。最主要原因，巴基斯坦虽然以前呢，它也是美国有资助他们嘛，然后也卖过他们 F-16啊等等等。可问题是近年来，它确实就是跟中方来买武器。那印度呢，近期很多的武器其实是从法国买的，我们刚刚听到的标风，以及美国这边卖给他们的。所以如果双方真的打起来的话，那个呢就叫做是欧洲平台、美国平台 vs 中国平台，而且呢还是中国近期来说，因为没有真正的武器或者是战机进入战场里面，这个叫实战经验，马上就让大家看到了。所以这一次呢，很多人也在讲啦，说3个大国丢脸，就是印度、俄罗斯还有法国。因为就印度来说，他们自己会做一些战机嘛，那很多以前老的是俄罗斯的俄式的战机，另一个呢则是法国的标风战机等等等。好，这一回呢，这个在这一战当中，好像对上歼10都没有吃香。那牛弹琴，这是对岸的一个官媒的账号，就直接说了，这个大吃一惊的背后呢，其实不就是代表了中国装备现在也经过了实战经验吗？甚至他还讲，这个比珠海航展更有说服力，因为珠海航展你可能是表演型的，这个是实战经验。当然，这件事情对于普罗大众来讲，还是希望不要有战争啦，哈，毕竟这个世界上面有战争，就等于会有人命的丧失。可是某种层面上，军事实力上面也要来比拼。这个是美国的超级大黄蜂，发现8天来第2起，竟然呢是直接降落失败坠海了。那芬兰这边其实也掉了一架这个超级大黄蜂的战斗机，这一些到底代表了什么样一件事情呢？美国的工业基本上军工业特别，22年来第一次 F-35波音空巴的发动机制造商说罢工了，因为呢内部有内部的问题。产业链有产业链的问题，技术层面有技术层面的问题，所以大家问的是，现在美中如果真的比拼的话，到底谁占上风？回过头就想要请教一下亮哥，您怎么样来看？这个是印巴真的打起来，而且双方已经讲到血债血偿。这2个国家都是吹牛出名啊。可是我比较难以理解是，为什么印度会因为26个旅客被杀，然后做这么大的动作啦？因为人家也愿意来做真相调查，中国大陆也是这个立场啊。为什么印度就不愿意，就直接开打？所以我的感觉是，他好像要避开某些议题了。比如说这个俄罗斯的阅兵，他不要去。我在忙。我在忙，对，你讲的真好，我在忙别的啦。我在忙，我很忙。我的感觉是这样，不方便。就说你动作做那么大，太奇怪了嘛，又不是说这个，因为过去也不是没有这种恐怖团体啊。那个巴基斯坦那个地方本来就有点乱，连中国的技术人员都被打死啊。有俾路支的啦，那巴基斯坦也怀疑俾路支是印度支持的啊，对不对？那
那个杀印度那边，印度就怀疑是巴基斯坦支持的，那这个就是公案嘛，无头公案，那当然要真相调查，这个是各国比较能够接受的方法，可是你就不要，你要去把大使撤回，断他的水源，对，然后还有空战，对，那简直是匪夷所思啊！因为这两个国家怎么会有空战呢？不是应该陆战吗？那就在边境那边开火不就好？接壤啦。对啊，就科什米尔那一带接壤，对。那你还要空战，就害得法国都要出来开记者会啊！我看法国大概要说，不是我的飞机不好，是印度的飞行员太差，就这样说的啊，就是这样。他一定要这样说啊，不然以后谁要买啊？他是这样说的，不然以后谁要买？对不对？这个坦白说啊，这个歼10C跟阵风其实性能没有差那么多，可是飞弹差很多。因为它用的就是中国霹雳15的飞弹，那还有红旗防空的那个9B 的飞弹。对，那个空对空的，就是射得比你远啊。所以这个当然印度可以去怪法国啦，说为什么导弹都没有给我更新啊之类的。因为这件事情真的，我觉得法国蛮丢脸的，而且那个飞机又不便宜。对，印度可能也很生气。对啊，所以我就说，这个确实没错了。那个实际的战事最能够检验哪个飞机好嘛。这个我说美国是还好，那个巴基斯坦这边也有 F16，印度也有 F16。对。结果两边都没有上场，要求不准起飞。如果 F16 上场也出事，那怎么办啊？那 F16 在全世界印度卖了好几千架，印度应该比较新一点的，因为他们更新嘛。巴基斯坦比较旧。对啊，巴基斯坦比较旧，没有错。不过那个巴基斯坦也没有把枭龙飞上去了，也没有，还没有飞上去。但他还有别的飞机了。对，可是我真的蛮意外，阵风这么弱了，说实在。弱到有点难以想象，就跌一架就算了，跌那么多架，法国人会来告你，我的飞机很好，人不行而已。就跟那个胡塞武装可以打下那么多那个死神无人机一样，笑话太多了，这个就让人家难以理解了。那台湾是买对了吗？连乞丐兵都可以把它打下来，对不对？而且现在既然胡塞武装可以美国。双方宣布停战，我的天哪！我的天哪！就是到底对不对等啊？其实这件事情为什么这么多人在讨论？原因就是因为本来认为印度跟巴基斯坦，应该是巴基斯坦比较弱嘛，结果这一次翻过来了，所以呢才会让你看他们从总理啦到外长啦，一个比一个还激动。但是呢，盛峰老师。以前确实也发生过这种事情，但这一次特别激烈，发生什么事？不，这一次是特别激烈，但特别激动，但是没有真正的干，我不骗你。这个就像你还记得去年吧，南北韩不是为了那个气球事件，结果两边就很生气，那很生气的结果，北韩自己把自己的火车轨道炸掉，然后呢，韩国这边也把自己的两边各打自己一个巴掌，我很生气。你不这次以后你这样呢，就是说这一次要打仗，真正要打仗就是陆战。因为陆战是会结婚，那陆战没有动，然后呢，空战呢，这次空战被打下来，我的了解没有错的话，都是意外。为什么？因为他各自在自己的领空飞。对，就是说我们两个打仗，你在你的领空飞，我在我的不能越线。对，那所以呢，被打下来都是意外的状况，就是锁定以后发出这了意外的状况。那不管怎么意外状况，还是证明一点，在整个的武器设备上。第一个，印度的人员是，你说印度人员会比巴基斯坦差，我也不太对啊，不太，可是现在看出来真的很差，就是很差了，对不对？差到法国人会讲说，不是我的飞机不好，是飞行员不行。这个是他真的这样讲。至少我们关心国际政治这几十年来，好像第一次听到，第一次听到说你的飞机，我在想，所以两边呢很激烈。也很激动，但是没有真干，因为两边呢，你只要想到印度跟巴基斯坦在那个边界的卫兵交接有没有？就很像。
啊，长得都很凶，然后脚抬得很高，然后一副要把对方杀死干掉的样子，然后就没事的表演完，那两边的群众各自就鼓掌，这不，你不觉得玩的游戏大概是这样子？不过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笑话归笑话在看，但有一个情况，战争的悲剧发生，有的是常常擦枪走火，对，只要这样都会有擦枪走火。你看，就擦枪飞机就被打下来了。那这个时候呢，印度是显示很拉胯，因为它在整个的世界经济排行榜，它是排得蛮高的，对啊，它非常的高，它各站都对，因为量多，对很多嘛哦，它是排得蛮高的。那但是有一点，它好不容易一艘航空母舰开出门了，结果20小时以后就回家。这也是战争上很少有的现象，因为他还是他在那里本来是一个威胁作用嘛，结果为什么不敢威胁？因为据了解，就是他忽然之间眼瞎了，那被锁定、被电子这干扰了，就像当时美国的航空母舰在菲律宾海碰到的情况一样。那一艘军舰要是受了伤了，有没有？那这一次大概印度来讲，这个阿三真的会变阿四了，但是压力是很大的。飞机上掉了这一次被打下了5个把美国、俄国跟这个什么，跟这个法国全部都扯在里面了。这3国就说我告诉谁什么东西给你用成了这个样子？但是呢，归笑话归笑，我们要想一想，两岸真的不幸发生战争的时候，大陆的经历、大陆的拥有的武力，难道会像我们在自媒体里面很多人讲的，好像是不堪一击的样子？别忘了，那还是巴基斯坦人在操作的。对呀，别忘了，他巴基斯坦在操作。假如是中国人，这还不是歼20？对呀，对，他不是嘛？而且即使即使坚持，就知道所有的外销的飞机不会比本国的用的来得好嘛。这个我们买我都晓得嘛。所以这个情况我们自己真的在这里不要再吹牛了。印巴战争告诉你一件事情。真的要和平，要避战磨合了。毕竟这次掉下来还有幻象嘛，对不对？来请教一下岳老师。我整体分析一下这个莫迪这个印度的莫迪，他是那个莫名其妙的莫这件事情在发生的过程我可以回答所有的问题在这个克什米尔4月22号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有26个人，人家自己都出来认领了，他们的单位叫做 TRF， 就是 the Resistance Front 那个克什米尔不算，莫迪讲不行，就是巴基斯坦干的同一个时间范斯居然在他旁边这个很明显就要做给美国人看的。然后呢，就是他觉得说一定打得赢所以说就有机会。5月1号的时候，已经有4架标风已经起飞的时候，完全被飞弹霹雳15锁定的时候，然后就吓得回来以后，莫迪大怒，把这个空军司令裁撤副司令然后呢，现在到了5月7号。5月7号是莫迪主导的偷袭没有任何通知情况下就你讲了25分钟炸9个什么恐怖基地死了很多的平民然后呢，巴基斯坦的话呢，这次是难得，因为我们从小到大就看到印巴之间冲突，巴基斯坦都是战败那一方然后这一次的话，又利用了歼10，我跟你讲大陆有歼11、歼15、歼16、歼20、歼35、歼36一大堆弄不完，这个最普通号码最低的然后呢，出现的一个结果变成这个样子，大家要记住我一个讲到因为那个时候1962年的话呢，中国打印度的时候，这个毛主席就说我想了10天，这印度怎么敢跟我们开战呢？就搞不懂那这个情况一样，所以我说这我要讲这个大赢的国家刚好是中国大陆，因为他这个飞机站出去的话，哇，把那个法国打了，然后次赢的国家就把这个巴基斯坦嘛，他们就是制空权非常重要嘛，对不对？大输的国家就是法国嘛，3架阵风也好，标风也好，不管你取名。然后呢，小输的话，俄罗斯的话呢，苏凯跟波音，苏凯跟他这个米格都下来了嘛，对不对？那现在波兰还有一架这个无人机美国的话是不准 F-16起来生怕被打下来。F-16如果被打下来的话，那台湾就凉了半截了，你知道吗？因为我们所有的制空权全部在 F-16上面，对不对？然后现在的话，我觉得这个对印度不是坏消息对印度搞不好是好消息因为印度这个国家人口众多，经济发展不错，唯一最大的问题就是过度自信。
自信到简直有点莫名其妙。因为印度发觉这个超级丢人的时候，因为大家知道这个飞机一起来就被人家干掉了6架，6-0。我一开始以为是抗战时期日军又来了那种感觉，我发觉原来是巴基斯坦打印度。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大家可以了解到巴基斯坦有多高兴啊，有多高兴啊！用中国的装备，你的中国有多高兴啊！实战经验买都买不到的。其实呢，现在对中方来说，很多人在看的是什么？看的是俄罗斯的这一场阅兵啊。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5月9号俄罗斯胜利日呢，现在在红场这边举办阅兵，习近平到了现场之外，大家要看的是到底还有哪一国的领袖会到现场，特别是来自欧洲的朋友。这一位武契奇本来讲说呢，没时间会使去，但是现在呢，他还是去了。在访问俄罗斯期间，他强调的是不容篡改历史，同时也强调为在二战当中他们参与反法西斯的斗争，他感到非常的自豪。出发之前呢，其实有很多的欧洲国家都说你不要去，你不要去，甚至还有人要把它关闭领空。但武契奇还是到了现场。其实这一次呢，当习近平抵达莫斯科的时候，这场国事访问以及机场讲话，确实给了普京很大的面子。他强调中俄之间呢是坚决反对霸权主义的，而且呢，他这一回不是只有他自己来，解放军呢其实也到了这个红场这一边，一起加入阅兵的红场彩排多次的亮相。那这一些呢，都是他来到这边给普京一个赞虾，给他祝贺。好，最主要的原因也是这一趟，很多人会说，乌克兰已经讲了，他们不会放过莫斯科，甚至无人机连3天的袭击莫斯科，但习近平还是来了。这一回他特别强调了，中俄呢要一道来承担世界大国应有的责任。而2个人到底会谈些什么？克里姆林宫的讲法是哪里敏感哪里去，只要敏感的话题我通通会触及，包括了天然气管线以及俄美接触等等议题，通通不会放过。那到底为什么这个时刻这2个人要见面呢？后来呢 CNN 的认为是习近平这一行其实呢就是要深化互信。那川普主导的美国优先外交方针呢，基本上跟原本已经大相径庭了，所以中俄现在要提供更多的舞台，而且是一起提供更多的舞台。也就在这个时刻，这个联合国安理会这一边呢，美方又出来讲了，讲说你们中俄啊，在讲朝核问题的时候，说你们中俄啊，就是不顾那一些制裁啊，然后持续的给朝鲜这边来提供方便。耿爽就直接出来讲了，坚决拒绝美方的指责抹黑。所以到这边，大家看得出来，开始世界是不是真的会有一些的分不同的阵营，这态势越来越明显了。而另一点呢，则是疯的川普还玩真的，这一回他是不排除动武占领格陵兰之后，下令情报局全面的来做情搜，而且呢，对于加拿大，他已经告诉你了，我不会动武啊，但是如果卡尼来跟他讲说，我永远不会出售加拿大 ，never， 他说 never say never， 话别说死啊，一个巴掌拍不响，你永远不要说不可能。只是啦，不管怎么讲，加拿大人看都是卡尼是稳赢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川普反复无常嘛，所以呢，一切其实都还能重谈，都还有重启的可能。而这一局确实让加拿大也是有一点重生的意味，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以前都是依赖着美国，现在开始绕过美国的中间商了，直接去第三国，可能是中国，可能是其他地方来做生意，已经把美国这个给绕开来了。至于欧洲的部分呢，现在直接的讲说，我其实也不急着跟美国来签协议，那他们干嘛？他们其实呢，现在中方有在跟他们做魅力攻势嘛，比如说中欧建交50周年，先前这个制裁的这些议员呢，他先直接解除了，双方能够全面性的来做接触。欧洲说我没有很小啊，我不要去接受那些美国对我不公平的对待，然后你就看到了电动车，现在双方也找到了一个能够继续下去的方案。所以4月的欧洲，比亚迪大起，它成长是385%，特斯拉大落，它下降了大概有60%，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销量之间是怎么样在做一个变化。欧盟现在警告美国了，说如果你真的会对我加征关税的话，那我会拿波音来优先开刀哦。其实这一回呢，他们总共是列了大概1000亿欧元的清单，原因是因为美国对他们课税的那些内容就是1000亿欧元，所以他这个绝对1分1毫都要给他拿回来。
同时波音你最弱的，我先拿来砍。现在的川普，因为大家都要砍嘛，大家都没有要放过嘛，所以呢，大家就在讲他到底是引领美国更加强大，还是引领美国自我毁灭呢？甚至啦，前以色列外长直接跟中国讲，你其实什么都不用做。你就安安静静的坐在旁边看戏就好了，看什么？看美国会自我毁灭。回过头请教一下亮哥，您怎么样来看？这个是莫斯科现在呢迎来了很多的贵宾，武契奇最后赶到了，习近平一下飞机马上接到热烈的迎接。对，这个武契奇去美国，突然闹心脏病不舒服。不过我觉得可能是真的啦。因为他的心血管疾病这是第3次，是啊，他不是闹着玩啊，是真的有心血管疾病的历史。那可是这一次你可以看到，因为俄乌战争还没结束嘛，所以基本上制裁俄罗斯的那48个国家基本上都没到了，现在比较悬念的是卢比奥会不会突然神秘嘉宾出现这样。有这可能性就是？不知道，因为有人在传。那可是就是欧洲国家大概只有这个塞尔维亚、斯洛伐克还有波斯尼亚。对。主要国家都没到了那日本、韩国、蒙古也都没去。所以当然，这个普京当然会很感谢习近平的到访嘛而且习近平也真的把这个当作大事了。他去3天呢。对。所以我认为。应该就是无所不谈的啦，包括这个中国大陆自己用过这个说法，俄罗斯自己讲的，说我们跟中国是上不封顶，没有任何限制的合作，所以我认为这一次很可能真的会谈军事技术的合作，这个大概是美国会比较敏感的那我相信也会谈俄乌的问题啦，那只是他们不一定会讲因为一定会知道美国。到底跟你谈到哪里嘛？那原先既有的，我认为都会谈包括能源合作、是人工智能的合作、西伯利亚开发计划、农业的合作，大概都会谈这个，我认为中国大陆真的是动作非常快，他用1个月的时间，把东南亚、中日韩、欧洲还有俄罗斯全部都拉住了。其实这个蛮厉害的。几乎就巩固了一个盘就是这个全球秩序减美国，因为如果这几个主要国家都拉住了，那南美洲问题就不大了，中东也不大，非洲也不大所以其实目前整个国际的局面对川普是相当不利因为你如果搞了半天只搞定英国，那很可笑英国本来就你家的对不对？那你搞了一个对等关税，没有人愿意跟你真的买账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对比了。我们广告回来继续来看看世界局势如何变化。好，我们讲欧战的胜利日，中俄站在一起，敏感的话题都会谈。那对准的，当然美国会不会有点差？请教盛峰老师。美国会不会差不知道了。台湾今天干了一件最糗的事台湾自己去办了一个欧战纪念会，我就搞不懂是什么跟什么。那么欧战里面呢，俄罗斯的这苏联当年的扮演的角色对吧？那侵略者。哎呀，我不会讲了，没有时间讲他，就是一个这个人一读脑就残，大概就这样子好，那不提。现在我们来看看，川普被叫川建国是有实质的道理俄罗斯跟中国的关系，我已经讲过多少次，几百年的恩怨情仇，结果现在他把它弄成什么样子？俄罗斯说我跟中国的关系是上不封顶，中国说我跟俄罗斯的关系是背靠背的关系。一个是绝对的合作，一个是无限宽广的合作的空间。那你想想看，这2个欧陆大国紧密的结合在一起，让中国大陆解决了一个最大的心腹之患那么长的一个边界，那么多的中亚西亚的国家，那么多的一个中介，现在几乎是一次
把它全部都解决了。是，而且呢，再来看看，当他们一次解决的时候，互相攻击，这对大陆来讲，粮食跟能源，俄罗斯可以攻击。对俄罗斯讲起来看，市场所要的东西，中国大陆可以攻击，这是一个多好的关系，你知道吗？美国跟加拿大也是如此美国所需要的油，美国所需要的气，美国所需要的矿产，甚至他最期待的稀土，最丰富的国家就是谁？就是加拿大。加拿大跟他是一个完完全全有没有？毫无瓜葛。这全世界那么大的一个疆域当中里面，边界里面是没有边界线的国家。我们去过美加人都知道吗？那个摇一摇护照就过去了。可是呢，今天把它搞成怎么样子？一个是恩怨情仇，搞成了散布封顶，跟怎么样子呢？跟背靠背。一个是绝对的好朋友，而且是互相攻击。固有的一个国家，现在被搞成什么？说要把人家收为一州，而且多真的不会形容他。人家的总理来了，还当面跟他讲，要把他收为成一州。人家说不可能，还说天下没有不可能。这看在整个加拿大人的心情讲，这个国家我真的不愿意再跟他在一起了，太可怕。是，好，我们先进广告，等等回来请苑老师帮我们总结。就考虑一个。节目最后把时间交给苑老师。我有的时候会觉得说，真的是，哎呀，这个川普一上台啊，真的帮了中国一个大忙啊！大家要了解啊，在这之前呢，那个拜登呢虽然有一点老糊涂，但是他那个方向是一定的，就是他联络，就是为什么这个以色列的前外交部长讲到修昔底德陷阱啊？这里面最主要是在讲说，修昔底德陷阱的话，就是集团对抗集团的联络大家的力量嘛，然后来对抗彼此之间的话，取得胜算嘛。那川普的话呢，不晓得在搞什么东西，他刚好倒过来。就是变成了全世界减一啊，就减掉美国。如果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觉得说中俄之间的关系的话呢，那个背靠背啊没有上限了，上不封顶，这个是没有话讲的。然后另外整个欧洲地区就借这个事情啊，因为2022年的时候，大家要知道，中国跟这个欧洲已经是经过了7年的协商，签了一个叫做中欧投资协定。那这个中欧投资协定的话，本来都要执行的，就是因为美国临时喊卡就不行了。那现在的话呢，这个川普这一搞的话啊，就大家看到在德国卖的这个比亚迪，居然成长385%，成到400%啊，对不对啊？那这个就还得了啊，对不对？就是说明，就基本上的话就没有任何的限制。那我觉得哈，自由贸易的基本精神就是说，只要你好，我又不怕你的话呢，大家才会有这种竞争。有竞争的话呢，消费者得到最大的好处。现在川普的观念的话呢，不但是乱搞美国既有的地位，而且他还倒过来思维，